さあ始まりました。こんにちは、アキです。今天的行程是日本东京。次は東京、新幹線、東海道線、横須賀線、総武快速線、京葉線、地下鉄丸ノ内線はお乗り換えです。今天的行程是小资旅游的这个系列的第一集，也是我 YouTube 的开始，讲的好像很伟大。反正我这次的行程呢是日本东京5天4夜的自由行。我整个行程呢都是用 GPT 去排行程，还有那个虎航的 AI 去排的。那说实在的，有些时候还是会有对不上，所以我个人觉得我今天这次的行程就是说走就走。如果真的到不了，那就算了，太随意了吧。反正就这样。那我是第一次去日本。那当然不是我第一次出国啦，但是这是我第一次去日本，所以我会用我第一次去日本的人的一个第一视角，带大家去看一下，你的行程花费总共多少？那我的交通方式，以及我这5天4夜的整个饭店啊，还有我的心得，还有一些去的景观的一些介绍。我会尽力做给大家看。那当然，如果有错误，请大家指正我。那现在时间是3点40分，等下4点半我有预约了 Trip.com 的接机啊。对，我这个行程也是用 Trip.com 订的。那我是订7+9，整个的话，因为我有买额外的25公斤的行李，所以其实只要我那时候买好像26000吧，还是23000。那我那时候有看我当天机票，只要9000块，9000块，只要9000块。那饭店比较贵一点啦，因为我不想住千人旅社。其实我有很多人的建议是说，你如果到了日本，你可以住千人旅社比较便宜。但对我来讲，我觉得我不喜欢跟别人一起住，我喜欢自己住，所以我这次就没有住青年旅社了。那我就是在订那个饭店。好，那至于在行程中，我有些时候会用配音的方式，因为有时候太安静了，我有点社恐。本人是 ENFJ， 对，随便的。好，反正就这样。那我们其实要准备出发了。其实我现在想让我的 GoPro 先充电，我超怕我电不够应该不会吧？真的不会吧？应该不会吧？我的不会没电吧？啊，不会吧？好，那我们准备出发吧 ，Let's go！ 车子来了啊！我的行李杆呢？这最高。好 ，Let's go！ 不好意思，谢谢。这次坐的航班呢是虎航从高雄起飞到成田，航班编号 IT280的班机，预计是8点出发啦，但因为我来太早了，过完海关后，因为我有在 Trip.com 上预约了虎航的贵宾室，那它是叫南苑国际商务中心，我没记错的话啦。那因为它里面现在太多人都没有戴口罩，所以要打码起来蛮麻烦的。所以等下进去之后呢，里面的画面其实不会很多，但其实里面空间蛮大的，里面有很多那种个人坐的座位。那你其实可以不用担心说你会占到一些，比如说双人座的位置。像你看这个沙发也就是单人的，那它的位置其实蛮大的。那每一个椅子的前方都有一个小桌子，所以其实可以去放你自己要用的东西。那这也就是他们的自助台啦。那其实东西蛮多的，有冰淇淋、面包，好像我记得有咖喱吧。那有薯条、热狗，甚至有白饭。那它有咖啡，还有各式的饮料可以供你选择。那我的话呢，其实我早餐吃不多，所以我只放了薯条、热狗以及一些洋葱圈。
那搭配一个白开水，因为我不敢喝太多水，我怕等一下上飞机之后一直想上厕所。对，虽然挺突然的，但就是特别想吃一个冰淇淋。那我好像是用巧克力跟奶油口味的，真的很好吃，不过有点冰，我头脑有点痛。日本到了，我真这样说，我每次走这个手扶梯，我每次一定会跌倒，不知道为什么。然后现在的话就是要到，我刚从登机桥下了，所以我现在要到领行李的地方，应该说是过海关的地方，到达国际线，是吧？是国际线这个吧？是吧？然后我现在到机场之后，等一下的行程呢是出关之后领到行李会直接走 Skyliner。那我已经先提早买好票了，像我从 Trip.com 订好机票之后，我的 IG 马上就出现了日本的东西，所以他就马上推荐我说，去日本 Skyliner 要先买好，所以我都先买好，应该是这儿。很多人，哇塞！国际线那边超多人，看到吗？国际线那边超多人的。还有现在举着一个GoPro，说实在的，挺那个的。到了。在那对，好，没关系。我觉得看动漫学的日文有用，至少你会讲一些。好，接下来就是 Skyliner。好，到西葛西站。哇，有出国的感觉了。刚才坐电车，说真的，刚才都在坐电车，完全没有到日本的感觉。现在终于有到日本的感觉。这一边右转。日本有些地方会贴右侧通行，有些会贴左侧通行。那因为有的时候外国人太多了，所以你会发现右边也有人，左边也有人，所以你就会不知道到底走哪边，有时候会乱掉。好像还可以吗？这边吗？哦，这里还不错哎。好棒哦，挺让行人的，不愧是日本。好，到了，这是今天的饭店。今天住的饭店是位于东京江户川区西葛西站附近的西葛西路米埃尔饭店。这间饭店呢，在2007年开业，算是西葛西这边蛮多人知道的商务型饭店。从西葛西站走过来大概5分钟左右，附近便利商店啊、餐厅都还蛮多的，生活机能很方便。那环境整体其实蛮干净舒服的，虽然它的位置离一些常见的景点不算近，大概都要30分钟的距离，但它搭地铁进东京市区其实是很方便的。
进到房间，房型是东京很常见的小空间设计。那刚进来的玄关呢，上面可以吊你的外套，那下方有可以放你的鞋子的地方。进到房间之后，其实整体的感觉让人其实蛮舒服的，主要是黄光搭配一点的白光。那电视墙呢，其实真的很大。你在看一些综艺节目的时候，你会发现，哇，这个画面真的是无与伦比。房间内有微波炉，所以其实如果你要微波食品的话，你可以到便利商店买完之后带到房间来，因为房间内其实有冰箱，所以你可以冰着，你可以明天早上再来去微波它，可以当做你的早餐去吃。冰箱应该是不用钱的，因为我在 check out 的时候它没有额外的收费。那其实外面的风景没有到说特别的漂亮，但其实你可以看到日本东京的市区，我个人是还蛮喜欢的。床是一般的单人床，没有特别加大，但其实对于我来说，我觉得这已经足够了。那它还会附一件睡衣给你，睡衣跟睡裤，那它的材质是新穿起来蛮舒服的。它这个房间的好处是，我觉得它所有的灯光都设计在你的床旁，所以你可以一键就去操控所有的灯。来到浴室，大家最在意的也是免治型的马桶，以及一大面的镜子。那日本的免治马桶真的很赞。房间内的厕所并不是干湿分离的，但我个人觉得是没差啦。那它的浴缸其实大小算中等，我一个人进去的话，其实我可以整个都把腿伸长是没有问题的。以上就是我在东京这5天4夜的饭店啦。OOTD。OK。厕所，我刚才还没开，我现在还没开。我在讲什么？我已经简单到无与伦次了。我现在就是，总之就是还没开过。我现在就是，好期待哦。Open！ 哇塞，有浴缸吗？有哎、是免治马桶吗？是哎、哇，是免治马桶。意外就是很开心，好开心哦！总觉得怎么会看到免治马桶那么开心啊？我也不知道，但就是很开心。然后它有附吹风机，不知道三角形的粒子，洗手乳，然后有附沐浴乳，然后 body wash。这应该是润发乳吧，中间那一个。OK， 很棒的其实，而且它的环境是木质调的。它有附 OK 有大条毛巾，是我很喜欢的那种暖色调的感觉。然后再来是床也是我很喜欢的那种白色的那种色调。我最喜欢就是白色，然后暖色米白色。它的灯光也是很棒，它的床头灯的设计就很棒。我觉得在上面放东西应该不会遮挡到它的光线吧？还好。然后再来转过来，其实就是电视。然后你如果真的要看，其实有一点勉强，就是觉得怪怪的。而且它的桌子其实在那一边，它离电视很远，所以你如果你要吃泡面的话，你就会坐在这里，然后你就会离电视这么近，是没有不好了，有些人反而觉得很好，那我个人觉得有点太近了。然后，还有微波炉我很少在饭店看到微波炉好神奇。然后有热水壶，然后那种电话，有杯子，有一台冰箱在这儿，应该只能放杯面那些吧。还有1-2罐饮料，还好，至少它不用额外付钱。然后垃圾桶是吧？这是除湿机吧？应该吧？其实我也不是太清楚，反正就这样啦。总体来说，我还蛮喜欢的。对于一个平价的饭店来说，平价吧，因为我在订的时候，就像我之前讲的，总共就26000，
其实他刚才有叫我补贴200块，好像是什么的税金吧，但其实我也没有听清楚，但我就是哦嗨，我跟你们讲，那就缴了200块，反正就这样。总的来说呢，其实我个人觉得还不错。对于一个比较平价一点的饭店来说啦，其实它总共也才2万。如果不加机票的话，其实2万块5天4夜。其实我没有比较过，但我个人觉得还可以，没有到非常非常贵的感觉。我觉得差不多。如果你真的要便宜，你真的是要住青年旅社。但你如果没有住青年旅社的话，当然会比较贵一点。但我个人觉得这个就还不错。但它的缺点就是它在最后一间，在有一些人的想法就是觉得最后一间可能太好了。但我个人觉得，其实我没差，我其实不太 care 这种东西。而且我觉得只要房间里面漂亮就好，而且你最后一间其实没有人会吵你。反正就是这样啦。我现在在思考我要不要去浅草，因为我等一下的行程其实是要去浅草，但我怕我回不来，你知道吗？而且我怕我等一下塞车，不是塞车啦，塞捷运，我真的进不去，我怕我回不到饭店。虽然是不会待到那么晚，但最后一班车也在12点，也还是要去啦。不然浅草不去太可惜了，都来了，那我们就走吧。好，现在在从饭店走到西葛西，然后去浅草的路上。现在主要是怕我真的没办法从浅草回到西葛西，应该不会吧？我相信我自己，我现在可以坐对站了，我很棒。超棒的！阿马克萨，到着。浅草 ，Let's go。从东京地铁银座线的浅草站走过来，大概只要2-3分钟。一出站之后，你就可以慢慢看到雷门这边的人潮真的很多。那前面那个就是东京非常有代表性的雷门，正式名称其实叫做风雷神门，是浅草寺最有名的入口之一。虽然之前在照片跟影片里看到很多次，但你实际走到浅草，你还是觉得它蛮震撼的，尤其是晚上打灯之后，真的跟白天不太一样。穿过雷门之后，前面这条就是通往浅草寺的表参道。那两旁真的有蛮多小吃店啊、甜点店跟伴手礼店，整条路其实比想象中的还要热闹。像人形烧啊、鲜贝、抹茶甜点这边几乎都看得到，真的你会忍不住一直停下来看。而且这边的街道表有很多那种传统的日式风格，跟东京其他高了很多的地方感觉很不一样。我觉得如果你是第一次来东京的人，我觉得浅草真的是一个你很值得来的一个地方。你在从表参道走过来的路上，走到小洲町这里的路上，真的是很漂亮。我觉得蛮推荐大家来浅草寺的。不要只拍雷门，从雷门走进表参道之后，进来走一下表参道整个路程，我觉得还蛮值得的。那至于可不可以拜，其实我去明治神宫的时候再拜好了。就这样吧。我买了很多东西。战利品丰富，我都不知道什么时候买了那么多东西了，真的是买了一大堆东西。我现在都很怕我的麦克风收不到我的声音，我都拿很近，可是我不能拿很近，可恶！可是表参道是真的蛮多外国人，什么？这是什么人？然后我就觉得我在日本买东西的时候，店员问我东西，但他讲太快了，我听不懂，我就会回个嗨。然后他就给我加了一个东西，然后是没有加钱啦，但我说实在，我真的没听懂他讲什么。以后还是问他一下好了，问他说了什么。哎，我从那里进来，可以从那边进。这边还有路哎，你看。哦，那是 Tokyo Tower 吗？这不是东京塔啊，晴空塔。哎，好赞哦！非常推荐大家，如果要来浅草寺的话，真的要晚上来，因为寺内啊有一些灯笼，以及各个店家他们的照明啊、他们的灯光，还有周遭的店家，他们的灯光真的会让这边氛围感满满。ラーメンはいいね。
走在路上被路旁的一家拉面店的氛围给吸引了，所以就走进来了。刚进来就点了一杯可乐，刚走完一整趟路喝到一杯可乐，真的是太棒了。我点的是浓厚大骨汤拉面。那至于这家的店的位置跟店名，就让大家自己去找啦。那也是给他一个乐趣吧，到浅草寺找找看自己好吃的店，这就是独旅的一个好处之一。我点的浓厚大骨汤拉面上桌啦。那它其实是细面，那至于软硬程度，其实我没有特别的点，就是一般的风格而已。那上面我记得是豚骨啦，那整体的味道说实在的，真的很好吃。像我会加一点辣油，那会让这个味道更刺激一点。那如果没有加辣油的话，虽然是很好吃，但对我来说有一点味道不太够。但如果你加了辣油之后，那个味道会更浓厚，整体变得更加好吃。正在剪辑的我真的是觉得好饿啊！听到我心面那么大声，你大概就知道，这个真的很好吃。大家如果想尝试的话，再来浅草寺的时候找找看这家拉面店哦，超好吃。